大家都肯定是要进好的学校或者最好的学校，你不要太快帮孩子做决定，你不要家长说了算，先代入为主。对 Uplands 给我的感觉是好像我们要进入深山少林寺去锻炼。Chris，他有在很努力的去弥补他的这个体系的一个小缺陷小缺陷，对，他是综合分数最高，综合分数最高。第3间是 Saint Christopher， 多数是本地人嘛，因为学费比较低，达拉 International， 宗教自由度会比较稍微高一点。OK， 那现在我们来到最关键的部分呢。我作为一个家长，我应该怎样？因为我孩子，还是说我想要以什么角度去选择我哪一个才是对的呢？哇，这个很深哦，这个对，因为你要讲说，当然好，对，好的学校嘛，就大家都肯定是要进好的学校或者最好的学校，怎样定义好？这样定义好，然后所谓的好呢，未必适合。我会选择适合多过所谓的好。OK， 这样我们重组一下那个问题哈，我要怎样根据我的孩子选择最适合的学校 ？OK， 哈，这样会比较人性化一点。对 ，OK， 当然如果说你问我的话，我会建议家长先过来看学校，因为你很多东西你在网上看，你在可能小红书看，YouTube 看，你会看到说，这些人介绍某某学校，他讲，然后他选择要给你知道什么东西，他才放上网的吗？对，你自己你只知道他想给你知道的东西。对，所以你很多时候你不能真的是全面性的看，然后你也不能说体验到，这间学校，感觉怎样？风气怎样？孩子活泼不活泼啊？这个老师是怎样子的？所以我从一开始到现在，我都是主张说，一定要来体验。你不来试读哦。By the way， 有些学校是有试读的这个试读啊，让孩子试读2天3天左右哈，不长时间罢了，你可以来试读的。所以你试读之后呢，你能给孩子至少说孩子自己读吗？不是家长说了算哦，孩子自己读了体验了，觉得不错，这里的孩子对我很好还是什么？就他们看的比较这种体验性的东西。所以 when it comes to 适合或不适合哈，第一就是假设说了哈，Uplands。OK， 如果说 Uplands， 你觉得，尤其是我相信东方人家长会比较希望孩子的学术有成啦，学业有成啦，就是东西你去学校，我就是给你去学知识嘛，我要拿最好的成绩，然后我要光宗耀祖，所以你会觉得说，很多家长就是想要把你送去学术系最好的学校，但是我就有几个问题，如果家长问我了，我就有几个问题就问他，孩子，你小朋友在家里看什么卡通啊？OK， 小朋友在这里看书是什么语言的书啊？平时有多少语言啊？或者说你们平时接触的语言就交谈啦，或者朋友啦，有没有除了你的比如说华人的话，除了中文之外，有没有接触或者用到其他的语言啊？为什么我会问呢？因为很多时候我想要进好的学校，但是他的好的学校未必教得到你，不是说你不好不是说孩子不好，孩子 IQ 是到位了，很简单啦，我们这里的马来西亚的数学的水平跟我们以中国来比我们是差太多差太多。我们高中学的东西，他可能初中不到就学到了，或者已经上补习班学到了。所以你要说孩子他不是不聪明，他这些东西都很厉害，不过他的这个语言能力不到位，或者他没有那个环境去学，所以他来到这里，即使他再聪明的孩子也好啦。是因为语言的 barrier， 对 barrier， 我都听不懂老师讲加减乘除，什么是 subtract， 什么是 multiply by， 对吗？他就不能吸收，可能其他孩子他看题
10秒钟就看懂题，你这个孩子可能我要找词典，你会比较吃力哦，比较慢哦，然后你慢了你就分心嘛，你分心了你就可能不能 focus， 又加上说，新的环境，你不是在你本来国家，你新的环境、新的朋友嘞，加上年纪又这样小，对，适应能力很差。而且没有，反正我觉得越小适应能力越好。OK。但是你要可能到中学会有一个坎，对，青春期嘛，对吧？就可能开始有这个自我会叛逆，然后他什么在寻找自己啊。所以可能对于某些人会比较抗拒等等，但是我要讲的是，他除了要应付学习他要应付的东西是更多，你看不到的，心理上的压力，来到新环境，打人講按摩，对哦，我平时都说中文，在学校在哪里到处说中文，24小时说中文，你让我来到学校那6个小时、7个小时。纯英文啊，我一般小朋友静静咯，不说话咯，就变内向，不说话交不到朋友，对吗？不说话问不到问题，问不到问题你学不到东西，对吗？很多东西你学就是要发问，你不懂你就要问嘛，很多老师都会说，问题是老师我不懂得怎么问，对吧？所以我会一般上会跟家长说，你不要太快帮孩子做决定。最好能试读是最好，就来看或者甚至试读，然后你再让孩子去跟你说，他觉得学校怎么样，你不要家长说了算，先代入为主。对，你很多时候他们其实学习能力很好，就因为这个 language barrier。就因为这个语言能力不好，那你说到一个点是那些学校的区分开来，是因为language 的 barrier 就是语言的障碍，或者是他的同学都是什么人比较多，是这样子是吗？这样子的话，我们来分析来分解一下啦。Upland 是讲什么语言多，什么人的比例多，这样子来说一下咯。OK， 这个很重要对，其实很多家长会注重老师的国籍比例，对，其实同学才是关键。同学对 ，OK， Upland 属于比较多元了，它有西方，欧美可能会比例上会比其他学校的多，可能会占它欧美的比例比较多比起其他的可能。当然我这个没有真正去看那个数据啦但是我一个大概就是差不多有40%左右，40%，我所谓的白人，白人欧美国家啦，白人可能他有些是荷兰人，有些是欧洲人、澳洲人，德国人，甚至美国人都有 ，OK， 然后可能另外30%是亚洲国家，日本人韩国人中国、香港、台湾等等然后剩余的少数是本地人本地，所以本地才占10多，对可能有这20多啦，很少其实，很少哈，就比起其他国际学校，你听说过了，比如说TMB 等等所以本地人会比较多。那我们讲完Upland，接下来我们讲第2间。我们先聊 Prince of Wales OK，Prince of Wales 它是这样，它是有2间校区，一个小学，一个中学，分开的校舍，分开的，那中学已经成立很多年了，然后小学呢19年才开始，所以近6年才成立，6年前成立。讲回就是国籍，这个学生的国籍比例呢，应该也不会说太偏一个国籍，然后可能欧美国家的可能有30%左右，30%，然后东南亚国家的可能也一个30%，然后其余的一个多数差不多40-50%左右是本地人。OK。本地人，当然本地人就也包括了华人。也有印度人，也有马来人，也有，但是我相信华人学生会偏多会居多。OK， 所以这也是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学校啦，一间学校啦。然后尤其
他的这个小学会比较新嘛，他整个校舍新，因为19年才开始嘛，他的小学，对，所以他会比较美咯，对吧？旧的校舍就旧的设备啦，因为像你这样说，设施它是主要很注重在课外活动，所以在设备上必须是要好的。必须啦，比如游泳池有吗？有游泳池、篮球场啊、各项啊、舞台啊，这些都是比较好的。spec 啊，就是设备啊。是，会比较，我觉得很舒服。它不会说很 grand 这样子。OK， 它的中学的 auditorium 是很 grand，它小学呢，你会看起来很舒服，你就说真的是不会太大，也不会说小，就是 just nice。然后它小学近几年之所以会比较多人去呢，也是因为说它的地点。它地点是非常的美，丹绒蒙啊 area， 它地点是非常好，然后方便。然后第二呢，它的师资方面很稳定。OK， 讲到稳定哈，稳定对，稳定是指它的老师不会一直换人，因为有一些学校它的这个老师呢，对，会可能到了这个进口老师合约，他会出也会进嘛，会合约到期了他就走。他可能签一个5年合约、3年合约这样子他就走，所以我比较喜欢他的这一点是，他老师比较固定，比较稳啊。然后你知道啊，就是他们是长期雇佣，而不是合约制。也有合约制，当然哈，可能，但是他可能长期雇佣的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也有经历过嘛，可能中学、小学的时候，是。就上课上一半，老师转校了，你有适应过新的级任啊，尤其是级任老师方式，你有适应过，然后老师以前都适应整半年或者1年已经适应了，这个老师又要重来，所以你可能造成你学习上有一点障碍，或者说你会比较陌生，你又不敢问老师，跟老师没有这样 friend，所以我本身以一个学生的角度去看的话，其实老师的稳定性很重要，你这样其实让他学习的有一个稳定在那边嘛，有一个他的进度可以慢慢上嘛，而不是说重新来过那个 graph 又比较平一点了，比较慢的学习了，所以这个是我很喜欢 Powys 的一点。然后他的刚才说的课外活动那方面呢，他们很多，然后又是可以给孩子出去表演啊、比赛啊，接触学校以外的事对，情，它比较全方面一点，多方面的这个学习呢，我觉得在 Powys 在 Prince of Wales 上面可以看到。可以，如我听你这样讲啦，其实如果我的孩子的话，我会倾向去 Powys 这个的制度，因为我这样听的话，其实他的学习的氛围应该不是那么压力，他以玩中学习的，他有那个平衡在。他比较因为我相信很多家长，尤其是本地啦，本地的话他们会要让他们的孩子去读国际学校就是不想要很制度化、很压力，以考试为主的方向来学习。对我们的方式，我要让孩子在他的童年的期间玩中学习，然后对这个社会是比较有喜欢这个社会的，然后全方位发展，不会讨厌上课，不会讨厌上课，对，他们 enjoy 去学校，而不是我要去读书 Monday Blue 了，好像人家上班这样。他们是期待的，去学校是期待的，因为对我这样听的话，我也是有看过那个校园好看啊，比较舒服了，环境比较舒服，然后教学的方式轻松，所以这个就跟compare 起我们讲 Uplands， 它就两个方向可能不一样。Uplands 给我的感觉是好像我们要进入深山少林寺去锻炼，因为其实 location 是山上，它是槟城最北的部分，那它是一个小镇，如果你想要去我们讲市区，其实对陪读家长是很麻烦的，家长不能开车，对哦。它是小镇，然后丹绒木啊，你讲的话，第一个点是地点很好。丹绒木啊这个地方它很舒服生活，
它是个小社区，算槟城的富人区、老前区这样子。老前区，然后而且是退休哈，就是比较慢悠悠的生活方式的，是吗？对。所以这个可能是我觉得 Powys 它最大的亮点啊。哈，是它真的是全方面来说，就是总平均。它是综合分数最高，综合分数最高，对。还有我要另外提的一点，因为刚刚说的是它有2个校区嘛，一个是小学，一个是中学。中学就没有这种方便度，OK， 因为中学在稍微西南部啦，我们槟城的西南部稍微偏远一点的地区 ，OK， 它真的是它唯一，应该说它中学唯一的坏处就是要去到这么偏的地方。但是同时间，你换另一个角度来讲，可能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给孩子不错的选择，就是寄宿，你给他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就是在学校生活技能，就不是，你就给他寄宿学校，就是寄宿学校去住在宿舍，就住在这个学校的宿舍，然后你就是就高中嘛，高中开始，或者甚至初中也可以，初中到高中你给他去我们叫 half boarding 半寄宿，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学校，在宿舍，然后拜六礼拜回家，那就是简单来讲，他们是提前适应以后离开父母就读书上大学的那种生活。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多所谓的学术以外的活动，我相信啦哈，是因为他们拿的这个体系还是 IGCSE，OK， 所以他要有点弥补啊，或者因为他的体系就是要他去一直读书上学，学术方面，所以他就制造出那个活动，这些另外的活动出来给他学习如何去所谓的好像 IB 这课程还要有合作精神，还要一起共事，一起分析，一起呈现这些东西，所以 Powys 他有在很努力的去弥补他的这个体系的一个小缺陷，对，所以他就平衡咯，给他平衡去，所以是我觉得是应该给他一个称赞的一点啦，他们很厉害，他们看得到这个小小的这个空洞需要补，OK， 好，那我们就讲第3间 ，OK， 讲是 St. Christopher，OK，St. Christopher 比例可能多数是本地人嘛，多数本地人，因为学费比较低。你说国际学校以马来西亚的这个平均收入来说，国际学校是比较所谓的本地人比较遥不可及的一个 level 啦，就是比较难去应付的这个学费啊。然后因为平均收入也差不多3-4千，对吧？所以他的学费低就吸引了很多本地人。OK， 所以本地比例上呢？比例上可能就占一半了，本地占了一半，超过一半。对，然后其余的就是比较属于欧美国家的偏多，华人其余东南亚国家的孩子比较少。对，因为我们所谓的，因为St. Christopher 这个地方它也是在 Georgetown。比较靠近Georgetown边缘了，它就是比较我们本地人住的地方，可以这么说，所以本地人的比例当然是比较多的，是吗？也方便度嘛，然后他小班制 ，OK， 我本身也是，我什么都喜欢，好像我比较喜欢他的一点是，因为你小班制你会关系比较 close， 就是他所谓小班是多少？他一个年级，一般没有，10多啦，不至于10，不过20不过20，肯定不过20。因为我本身的我生活的一个经验啦，就是我刚刚说我是基督徒嘛，那我就去的教会是比较小的教会 ，OK， 然后我会发现到小教会有小教会的好，关系比较密切一点，你都认识你教会的人，你去到那种1000多个人的教会，谁来的？他去你教会啦，已经去了10多年了，我都不懂，对吧？所以他就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种小规模的学校呢，你是1年级可能你都认识6年级的学长，所以你交流上你会比较轻松，然后会比较关系比较密切一点。所以
关系密切的话，那你们有时候就是交流的也比较多，所以会比较舒服一点，然后又加上说，当然他的教学那方面，他是算老字号了，已经是大家都认可的，所以是很 OK， 即使他小，它的质量也是就是他所谓的soft skill 开发这一方面，在市场上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可以这么说，家喻户晓，对，所以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学校。但是有些人家长就可能会担心说，小学没有中学，哇，就读完小学，我又要他考过大学，不是你考过另一个中学，没办法，你就只好提早去做考试做中学的入学考试咯，这个会比较稍微麻烦啦。你不能说自然的晋升到初中、高中咯。那接下来我们再讲第4间学校，也就是Dalat International。Dalat 美式嘛，所以自然而然自由美国人会比较多，因为美国人居多对，美国人居多，所以它会吸引了美国国籍，然后再加上基督徒的家庭，OK， 基督徒家庭也同时间多数也就是西方国家的人咯，所以他那边比例呢？比例我相信已经会去到50%-60%是白人，然后近期啦应该说近2-3年吧，中国人会多了一些，会多了一些，就是中国家庭那种有基督教背景的家庭。那我讲一下，其实会选择这个学校的所谓的中国人，都是基督教比较多吗？对，或者99%。OK， 就是中国家庭啦，应该多数是可能就是他们是中国人中国人可是不是中国籍，可能他是在加拿大，是这种吗？也未必，就是海外华侨，所谓的海外也未必他是真正拿着中国护照的。OK， 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呢？可能啦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是想说 ，OK， 他们之所以会比较多这种基督徒背景的中国家庭过来呢，可能是因为在这里的这个宗教自由度会比较稍微高一点，或者说大家会比较轻松，互动的来比较轻松，因为你尤其是你去到这个美国学校它就大家是有一个共同点我跟你都是同一个宗教，那我跟你互动的来会比较轻松一点。那我们有同样的话题，同样的理念等等，所以他们会比较轻松，会比较容易融入，舒服一点对，所以这可能也导致说他们多数会过来这个达拉，因为只有达拉是也没有啦，应该说达拉是比较出名的基督徒为基础的学校，它其实全方面也是不错的，它的这个运动达拉的运动其实很强，在国际学校里面是很强的，然后也可能是因为美国人居多。白人居多，体格上跟亚洲人对，那优势就有了嘛，对吧？明白。他灌篮不用多少力，篮球、足球，体格上就赢了。所以然后最主要还是因为宗教啦，我觉得多数人，即使是东方人也好，是因为宗教就让孩子在跟自己同样宗教的这个体系上去学习，去训练他们咯。好，那现在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学校这个4间学校的入学程序该怎么做。来，就说 OK， 入学程序一般上都是一样的啦，就是先来看学校，当然你决定不看学校也可以，不过我本身认为还是要看啦，就它不是说你买菜买随便不对了，然后你又去买过嘛，那是孩子的教育，所以我还是主张
鼓励家长带孩子来体验，嗯然后来看了学校，然后你可能你看了4、5所，OK， 4、5所，然后你可能筛选出3所，去给孩子去报考入学，OK， 所以看完学校就去所谓的考试，OK， 考试了之后有一个面试，我相信就 COVID 之后，他们都会开放给这个就线上考试面试 ，OK， 之前都是本人必须到的就是很麻烦的，所以现在会比较容易一点，所以你看完学校了，回到自己的国家，你就安排说，线上考试啊，线上面试啊，面试完考试完之后有了成绩，那当然之前你就要交考试费。一些报名费、考试费，1000多2000块马币，然后成绩出了之后，他们会学校会这关键性的时刻到了，学校就想会出一封信，那封信就是决定你生或死了，就是接受或者拒绝或者 reject，OK， 所以这个时候通常那个 period 会其实整个过程，如果没有那么满的话啦。应该说从他考试到得到 offer 应该1-2个礼拜，最多2个礼拜了，最多2个礼拜左右。好，那么我相信你是帮很多外国顾客来做这个入学还有陪读的整个准证的程序啊，你可以描述一下它是怎样去过程嘛 ？OK， 就拿我们上个月就带了一个香港人来到香港家庭来到这个看学校，那之前他来之前呢，我们当然有跟他有一个会议讨论就会议说，跟他了解一下孩子的情况是怎样，然后适合什么样的学校，我们就建议那几所学校，他同意了之后呢，我们就跟学校安排好了，就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帮他安排了交通咯，最基本啦，交通住宿，然后我们就陪他那2天的时间去看了那4所学校，然后看了4所学校，我们就当然在当下也提供了所谓的协助他们啦，去了解这个学校的资料啊、学费等等要怎么给，然后之后呢，他们就回去讨论了之后，就安排面试考试。面试考试当然就是他可以选择在马来西亚做，可是他们是在网上做，但是他本身是在网上做，他回到自己国家在网上做了之后呢，他就那时候应该拿了差不多3-4天的时间，学校就给他 offer 咯。那如果说当然学校他考了3间，有3间都给他 offer， 所以 offer 之后现在是他要选学校了咯，他就选学校，他选了学校之后，他就跟学校有一个群，然后他们就在那边沟通咯，要给什么学费啦、注册费等等，就整个行程整个过程我们都会在啦，都会帮助他协助他，直到他入学为止，就来上学为止。然后如果说他们需要到签证是学校陪读，不过我客户是不需要了，因为他是已经拿了2甲，所以如果说有陪读或者说学生签的，学校会帮他们安排。所以呢，我们在准证上你可以拿第2甲员或者是陪读准证。陪读学签那学签的话，这个它是一个怎样的东西？学签就是基本上是1年1签，就是每一年1年1个签证，然后拿了学签才可以给父母不应该说给父母了，槟城可以给父母拿陪读，一个人，现在已经开放给2个了，不过爸爸那边比较有挑战性一点，目前的情况。为什么？我也不懂，这是移民局内部的一些机制，不过会很慢它处理得很慢，非常非常的慢，所以一般上我都会跟客户这样说。然后签证方面呢，学校本身还有自己的一个部门。一个签证部门，甚至他有自己的 panel， 我们叫去帮他处理咯。所以处理文件上，如果说客户需要到我们一些翻译还是帮忙的话，当然我们也有做签证，只是不是做学生签，所以我们会给他一些建议啦。然后他再跟那个学校的
这个签证人员去去提供资料了。所以我们的服务就是从开始安排学校、安排看校到入学为止，我们都会陪着他了。好，那相信大家看了这一集的话，也大致上了解我们在槟城读国际学校你该选什么学校。那对于我来说，个人来讲，它跟买房一样，它没有最好的学校，它只有最适合的，跟买房一样，没有最好的房子，只有最适合的了。所以呢，那个到最后的关键点还是要去到孩子本身，他最适合哪一个体系，或者他的成长的方向，最为关键。同时还有环境，还有同学也是很关键的部分。好，如果你看完这一集的话，如果你有想要询问关于国际学校的问题，或者是第二家园的问题的话，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链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朋友Joshua的。那同时间，如果你有买房需求、租房需求的话，也是可以直接联系我的。link 也是在下方的。那我们生活在大马第2集再见，拜拜。大家